嗨，大家好，今天我们就要来讲 Nasi Lemak， 但是呢是重新认识 Nasi Lemak。讲到马来西亚的美食，这个辣死你妈，应该每个人都吃过吧？是的，我觉得辣死你妈这个名字听起来比较惊悚，然后椰浆饭听起来也不那么吸引人。可是它的魅力就在于你吃过一次之后，你会，尤其是吃过好吃的辣死你妈之后，你会觉得完全理解为什么马来西亚人可以天天吃、年年吃、月月吃都可以。是，而且大街小巷啊，上到那种已经赚得盆满钵满的专卖店，小到路边的一个 booth， 2块5一包包起来的都有。不爱吃的人可能会觉得这饭有什么好吃呢？爱吃的人一定是爱不释手。这次的机会呢，是我们 Oka 大厨的谁呀？妈妈，她拿了她自己非常特别的手艺来给我们亲手做了 Nasi Lemak。 哇，吃完对我即便来大马，你看我们俩快3年了，不知吃了多少 Nasi Lemak， 我还是颇有感慨啊。我们就先和大家介绍大厨妈妈做的这一份 Nasi Lemak， 然后来谈一谈我们的感想。我们就开始吧。王太，大厨妈妈这次做的 Nasi Lemak 是怎样做的？有什么特色Nasi Lemak 的特色就是它的每个原料几乎都是自己准备的。对，他是作为一个精益求精的人，这次最挑剔的一部分就是他觉得这个椰奶没有弄得很好，因为他是利明达人，他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利明达的最好。对。那这一次呢，是在我们这边的巴萨买了这个椰奶回来，他呢看了一眼，非常嫌弃的跟我说，这次买的不太好，因为这个是 young coconut。还不是老椰，在他们利明达里边有老椰跟嫩椰，所以他一般是用老椰，然后自己这个炸完之后再用水挤干这个椰丝，那个就会很浓很香。那我们来看 Nasi Lemak， 它基本上就是由椰浆饭，然后呢各种辅料和一个比较大的主食组成的，就是它的一些小的辅料，花生、蛋、江鱼仔、青瓜片。除了这些都是他自己准备自己采购挑选他最精选的原材料，然后呢现场炸制切片做给我们的。那个主料有点特别，这次配的其实不是海鲜或者是炸鸡，对吧？他帮我们配了什么东西？他是自己做的这个辣椒鸡还是什么样子的鸡？我非常惊讶，我说 Auntie 你还不用熬那个桑巴酱吗？他说不会自己家里面做就是这个鸡的这个酱料蘸着吃就可以了。对，我就问他说会好吃吗？他说保证好吃。对，而且他笃定的说不用，我们不吃桑巴酱。他说我做这样的就是他心目中标准的版本。这种所谓的叫辣椒鸡阿弟说也是以前马来人教他的，但他也不知是什么名，他用了什么样的原料来做这一份鸡呢？辣椒鸡。他的这个辣椒就是它也是利明达这个宝物的这个利明达的辣椒酱，哇塞，小2罐，然后我们那么多鸡，它只用了1罐，已经把我这个辣的有点受不了了。你是觉得很辣？对，然后我因为亲眼近距离的看到原来这个椰浆饭要这样煮出来，也是让我大为震撼。我才知道除了里面要放香兰叶、放椰浆 of course， 原来还要放蒜头蒜头据说是有的人放有的人不放，但是我觉得蒜头确实是很搭。然后就是拍扁的这个生姜，你看我们中国人的习惯自己比较粗糙，都是切点姜片，对吧？他们就是已经是武装到连这个姜这个方式也是拍的话，能够让姜一个是很容易取出来，第二个就是这个姜味更足。然后他们告诉我Auntie他这次连这个饭煲都是从利明达特地带过来的，说这个东西他用得惯。对。然后我一看，他那个应该是很多年头的一个东芝牌的电饭煲。最有特色的是它这个电饭煲的内胆是非常重的、非常厚实的这个内壁。我觉得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这么好材质的这个东西，老东西真的好。有可能他觉得好是有道理，你不知道我去打开饭的那一刻，我简直香的好像一下子进入天堂一样。太香了。再看到每一个小料，你想想看，就这么多料，讲起来很简单，但是你每一个选料都很精。花生Auntie有什么讲究吗？这花生的讲究就是 Nasi Lemak 里面的花生必须是油炸的，用大量的油去炸。
我有问过 Anty， 因为我们吃过他做的擂茶，擂茶的花生呢，它是考究的是不用油，干锅把它烤熟。然后我就问 Anty 说这个有什么样子的区别吗？他说这就是 Nasi Lemak，大家已经是约定俗成的，一定是油炸花生米。我印象比较深的，每样东西啊做完他都说，哎，这个就是灵魂。对，看来是一样都不能少。他好像对那个江鱼仔还略有微词，是吗？对，因为江鱼仔不是他亲自去挑选的，亲自去处理的，是大厨帮他这个用的，然后他就觉得没有他买的这个美。最后做出来的成品呢，他跟他的小孩吃下来说，就是不是那个味儿。他们看来都是真正的食家啊。哎呦，我就发现啊，Auntie 基本上兵分两路。前面啊，放好椰浆，搅好，处理好米饭去蒸的时候，然后呢，一样4、5样，最后到炸那个蛋都去准备好盛出来以后，他还告诉我们说，来，赶紧啊，去找一个美美的盆，把它装出来，要漂亮一点。你们视频好好剪，未来我发到我小姐妹的这个吹水群里面去。所以我们今天为了要剪，要好好做，大家给他点赞好吗？好，那我们来做完了，我想请王太说说看，你吃完以后，你感受当时的这个口味风味和我们以前吃过的，甚至于很有名的那一家我们经常去的，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更新了我对椰浆饭的认知。我以为椰浆饭必须是专业的这种小贩啊，或者是餐厅啊，他们是专门去做，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没想到你看，就是这一锅香气逼人的饭，原来是这么举重若轻的就可以做出来。关键就是你的椰浆要买对，然后呢，还有你看 Anty 那个手势是把它搓干。那个椰丝搓出来，是这样来做，水要反复的把它去搓完，把这个精华的椰味流到里面去，这个才叫椰浆，手做椰浆，真的很不用罐装椰浆，很不容易。你像好的东西，就像欧卡的鸡腿啊、腰豆啊，都是这样的。好，那么我想讲回来啊，我打开然后又自己吃了以后，我很大的感受就是，哇，这才叫椰浆饭啊！这才是国民美食，这才是我们以前在新闻看到说，大马的国宴就拿椰浆饭来招待别人。我以前还想，就是这个饭都放在上面啊 ，sometimes 还要用手来吃，这个可以用来招待作为国宴吗？现在我是真的理解了，哦呦，它不单单有历史文化，然后它每样东西都选取好以后，就觉得花生也好吃，哎呦，这个青瓜也很搭，这个酱啊怎么都不够，要一点，再要一点，对啊，是这样。而且你会发现说，以前我们在小摊贩上，我们在巴萨里面也买过这个椰浆饭嘛，你会觉得已经挺好吃了，可是你和现出炉的热腾腾的那个米饭是不一样的，因为冷掉的椰浆饭它会损失米饭本身的这个椰子的这个香气，椰奶香，对不对？是这个很芬芳的。那确实是 Village Park 里面你去注意它的这个好吃，你也是因为那个饭上来是滚烫的，所以热的食物它自然会带来很浓郁的这个食物的芳香气息，这是现做出来的，和外面档口小店买那种冷的椰浆饭不能比的。对，那这个就是好事。其实我3个感受这已经占其一了。我本来呢感觉我能感到好吃，不用说了，刷新我的认知，重新知道哎呦为什么椰浆饭这么受欢迎啊，几百年来流传不断。第二呢，我其实还有一个感触，就是什么，就是文化这个词。我今天做节目前我特地去查了一下，王太，你知道椰浆饭大概多少时间的历史吗？300年。其实没有准确的史料记载，但是推测根据有记录来说呢，基本上在马来半岛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呢体现在沿海为主，你看江鱼仔、海边的椰树啊，它们摄取补充蛋白质一个很好的手段。常用的这个桑巴酱呢，里面也要放上虾膏，然后蒜啊。这些东西，它的组合又是很美妙的。其实放上海鲜和炸鸡这种搭配呢，倒是后面才把它给体现上去的，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我想起来，我们有一次去文东那边住民宿，马来人的这个非常漂亮的民宿，早上给我们送的椰浆饭，它就很简单，只有这个蛋，然后青瓜片、江鱼仔跟花生。加上这个米饭就可以了，我觉得它这个搭配也是挺厉害的哦。你就是我们那次在大厨家这边吃，我们有这个感受，刚刚好。这几样配料一定要搭在一起吃，你吃少一样，你这种感觉不是那个味儿。对，就像大马的这个裸嫁的民族一样，就很多东西你好像
搭到一起正好，这真的是多一样不行，少一样你就感觉缺少了什么。从它的脆感，从它的有些提供香气，有些提供咸味啊，搭配的太好了。那我后来又去查，那么什么叫 nasi lemak 呢？ nasi 就是饭嘛，对吧？每次去吃都问你多少 nasi 啊。好，那个 lemak 呢，他说本来啊就是肥油腻的，所以它原意啊是一个油腻的饭。然后呢，称之为椰浆饭，因为通常放这个椰浆进去。我觉得它是一个开放的主体，就说像三明治或者汉堡，具体加什么放什么，确实像Auntie讲的，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的。哎，就这个也是有点刷新我的认知。你看这个椰浆饭，它是椰浆这个确实就是这个米饭是灵魂的。我一直觉得斑斓叶就是它不还有个名字叫香兰叶嘛？香兰叶这个味道就是带来我们叫很富裕、很圆润，然后很华贵的这种富贵感。我一直觉得这个东西太神奇了。对，它不突出。但是呢，你一定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就像邓丽君那首歌讲的，从来不会想起，永远不会忘记。而且这个饭里面好像是一种基底的香料，慢慢上来，很浓郁、很绵密的铺满了你的整个味觉记忆体之中。这个真的也是很妙啊！所以我觉得文化是这样来讲。同时我注意到，你看它取自于海边，就地取材，营养搭配，口味搭配丰富，是马来人的一道几百年的美食。但是华人拿来之后，又想当然的可以自己去搭，自己去组合。有一个我们吃到 Auntie 的是一个他自己的版本，那他中间的他称之为辣椒鸡的这个东西，又说是好早以前和马来人学来的，最终变成他们自己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文化，它是生生不息的，延绵不绝的，是非常非常富有生命力，会长成一个他自己愿意长成的那个样子的，而且很搭。你看到现在不是大马人人都爱椰浆饭嘛，对吧？有跨种族的这样一个。对，这个是椰浆饭，这是我的第二个感受。然后呢，我又感到第三个感受啊，其实没有看着 Auntie 这样去做，别人端给你一盘，我觉得我的感触这次不会这么深，不会 appreciate。对，你参与了制作过程，然后呢和他们几个小孩在一起吃，那个真的是，其实当时是很感动的。我的第三个感触就是亲情。大厨说了一句话，他说淡淡的说了一句，20年没有吃了。因为他的妹妹跟我讲你看你们现在跟 Auntie 讲Auntie 很有兴趣，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我们以后给大家看擂茶还有那个叫面粉糕我们都给大家看怎么样的制作是什么样的东西。但他们说小时候妈妈就会也不常常吃，对，他呢就想到了一年可能有几次，他会跟我讲这个一年可能1-2次，这个呢差不多几个月会做一次，我们能够吃上。Auntie 呢也跟我悠悠的在说，小时候我要养5个怎么办我回家要做工，回家赶紧就是做饭，毕竟要5个人要吃呢，对吧？因为还有我们 NTA 就是后来日子他过了好之后呢，他就精益求精，比如说某些食物要去收集这些原材料要花很久，所以也是很难得做一次。再加上后来孩子们都离开家去那个新加坡，然后去吉隆坡打拼的话，在一起回到这个利民达去吃饭的话，这个机会也少。是我想到的就是这个，你想他都不容易，从小拉扯大5个小孩。利民达，你看我们看地图也是窝在柔佛中上的中间位置这么一个城市，随着这个1号公路国家铁路的沿线开发慢慢开发到这，更多的人来，然后往下走，大厨才有机会去新加坡打工吧，做这个主厨20年的时间。现在小孩纷纷长大，有些出国，有些在这里开店，但都还围绕在妈妈的这个身边，还是在吉隆坡这里，大家能坐在一起吃一顿几十年前他们的妈妈做给他们吃的美食。我们有幸不知道怎样，你看我们跨越3000多公里怎么从上海从中国跑过来到吉隆坡的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和他们聚在一起，围绕着椰浆饭发生这样的故事。当时我就感到有这个亲情在。对，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些所谓的坚持和执着比如说有些原材料必定要用到利民达的。对的后来我替 Auntie 总结了，我说 Auntie 其实就是你原先采购的一个生活圈，那他住在这儿嘛，
买的东西，认识的哪个老板说跟他说，有些老板啊，一到过节，很多椰子就来，你只要跟他讲要什么啊，要一些老椰留给我，好，没问题，我给你。他都知道什么东西在哪里。其第二层的亲情就是他所生活的这个社区，自己步行或者骑个脚车能到的几公里、十几公里的范围，就是他所有的记忆、经验、智慧那些情感所产生的这个区域。而我们突然又混入了进去，像椰浆饭一样的混入了一个新的料进去，让跟他们能够一起吃，我是很感慨的。这就是我讲的重新认识椰浆饭。而且你是说这个利明达，我又想到，因为以前看过英国作家福霞邓洛夫写的那个叫《鱼翅和花椒》，他这里面就讲到说，英国人在各个殖民地国家的时候，他们连这个罐头啊，比如说茄汁豆的，都必须要从英国进口。其实这是一种很微妙的人获取这个安全感的一个重要的表征，因为通过这个食物它的一些东西的不变，其实你口味，然后你吃进去，你发现不变，是给你带来很大的一个安全感。真的。对，你打开罐头的那一刻，可能你的记忆都已经跳脱回了原先的英国，时间、空间都发生了这个变化。我还要硬广一下，我觉得像我们OK 就是这样，我们发现大家在吃和送给朋友的过程中，就有好多的亲情。所以我们现在说 For love we deliver， 我们真的希望把好的东西也能够传递给大家。当然这次吃椰浆饭就是一个很好的受教义，也是一根非常非常具体的融入大马文化、融入大马人的这样一个过程。对，还必须要说一下，为什么我们最近老是跟大厨他们一起吃饭呢？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很努力的研发新产品，我们很快就有一个新产品会上市，非常震撼啊！从价格、质量可以说全马没有这样的东西，也秉持了我们给大家健康好料，让你在家能够好好吃上一顿，好好爱自己，敬请期待。拜拜。